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这个月份我们就迈入到了丙寅月，也是甲辰年的第一个月份。那这个月份呢，会比较特殊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丙寅月就是我们正式迈入九运的第一个月份所以在网上每个人都讨论到热热火火的这个九运我们就正式来到了这个时候了。那作为一个这样特殊的月份又会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能量，还有一些机会呢。今天这个视频就会跟大家来做这个分析啦。那在进入主题之前，大家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啦。我的频道呢会主要专注在玄学要如何利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来帮助我们达到我们想要去的一个目标。所以各位对这种的内容有兴趣的话，记得要订阅，还有打开那个小铃铛啦。好，那首先第一点丙寅月呢，它的木的这个能量是非常的强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是甲辰嘛，所以我们有一个甲在上面。那丙寅呢，寅本身就是一个甲的能量，所以其实整个月份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片森林，很多树木，然后有一个太阳在照射在这片树林上面。因为丙就是太阳嘛，这个月份我都会说它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干劲的一个月份。而且不要忘记因为这个月份是第一个迈入九运的月份所以很多人呢都会开始特别感受到这个九运这个离火的一个能量所以如果大家在1月份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些计划，已经有一些安排在2月份呢就是很好的去真的开始去落实它的一个时候了。而且呢，在这个月份我们来到第2点的话，其实我们有的吉星都是很不错的。我们有驿马，有禄神，还有一个叫福星贵人的。那这3个呢，都代表着你开始要动起来了。OK， 好像那个驿马，就是说你开始要去到一个你比较陌生、你比较不熟悉的一个环境，去开始一个新的旅程。那禄神呢，它就是给你一种的能力，或者一种能量去把你手头上的一些事情去完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五行的能量，就是这个木的能量很强之外，这些吉星呢也同时是非常辅助我们真的开始我们所有的计划，真的去认真的去落实它的一个月份我们来到第3点，如果你的八字里面有猪跟猴子，就是亥跟申你会特别的感受到这个月份的一个能量啦。那为什么呢？因为亥呢是跟寅相合，那申呢是跟寅相冲，那合呢代表就是说你特别强烈，你可能会乘2、乘3、乘4这样子啦。不过也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八字里面有亥的话，除了是相合，你同时也是相破，所以可能很多时候你有一种突然间感觉很好，那同时突然间又感觉非常的不好，你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波动。那如果是申的话，你本身就觉得这个月份大家都太正面了，大家都太干劲满满了，那你反而想自己安静一下，想躲起来，想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啦。OK， 你可以等下1个月再开始也 OK。好，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只是说如果你八字有这2个生肖的话，你会有的一些反应。好，那以上呢就是3点我为这个丙寅月呢，也是九运的第一个月份做的一个小总结。接下来呢，我就会针对10个日主，他们在进入这个丙寅月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的一些反应，或者他们会有的一些机会可以去把握的。那接下来部分呢，你就需要知道自己的日主是什么啦。我之前的视频呢已经有介绍要怎么找，大家可以去看。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进入主题啦。首先第一个我们来到甲木。甲木这个月份它进入到的是食神还有比肩的月份。那像刚才我说的因为这个月份呢的甲木的能量是非常的强所以如果你本身呢也是甲木的话，你会遇到同一群跟你很一样的朋友，OK， 或者志同道合的同行或者生意伙伴，然后你们呢可以去合作，打造出一个产品
或者一个解决方案，你们可以集思广益去解决可能你们在这个行业或者在这个公司里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因为食神在上面就是说你们这一个月份呢都会特别的有创意，特别的有一套的想法，可以去解决你们现在手头上的一些问题。那我觉得可能会有的问题只是因为太多甲木了嘛，你们意见呢可能会有一些出入，因为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意见，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那你们可以怎样通过互相的合作、互相的交流来打出一个共同的一个方案将会考验你们的一个能力啦。好，这是甲木。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乙木。乙木进入的是伤官还有劫财的月份。那这个乙木这个月份就非常的有趣了。那些树林里面生长在这个树旁边或者围绕在这个树上面的一些攀藤植物，那乙木这个月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植物啦。所以呢，你这个月份呢，你是要杠杆别人的一个资源，或者杠杆别人的时间能力，来让你自己得到一些好处。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是伤官，所以你就是说你要利用别人来给你自己得到一些关注，得到一些注意力。所以如果你从事的工作是自媒体YouTube 或者拍短视频，那你这个月份可能就会考虑跟其他比较大的品牌、其他比较大的一些博主跟他们一起合作，让他们来给你一点的流量、一点的关注。对我来说所有的合作 OK， 或者你要跟人家杠杆你首先就要给人家一个价值，不然呢别人会觉得你只是在利用他。所以你要比较委婉一点，比较懂得包装一点，你要先提供一个价值给对方，你要让对方知道为什么他要帮你，或者为什么他要让一些流量去到你那一边，那你这个月份的这个合作的计划才有可能进行的比较顺畅啦。好，这是乙木。那第三个呢，我们来到丙火。丙火进入的是比肩还有偏印的月份。那丙火这个月份可能你就要开始去探索一个新的可能。那是从哪里下手呢？就是从你的社交圈子、你的朋友身上去探索一个新的可能性。那这个月份对丙火来说算是温和、比较舒服一点的能量，因为是比肩还有偏印，所以可能呢，你可以用的一个方式就是可能可以跟朋友去吃饭一点简单的喝茶、喝咖啡 ，OK， 做一个小小的、比较短暂的一个见面，通过一些这样子简短的、比较简单的一些见面会你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灵感，或者探索到一些新的机会。丙火要唯一注意的就是说，你不要被太多的东西分散掉你的专注，因为通常丙火我们在八字的分析里面，我们比较不喜欢看到另外一个丙火，因为太阳我们只需要一个嘛。那如果太多太阳的话，很容易呢会让你分散掉那个专注，然后你会觉得很多东西你都想尝试，很多东西你都想去做，到最后呢就一事无成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啦。所以丙火要记得留意啦。好，那第四个呢，我们来到丁火。丁火这个月份进入的是劫财还有正印的月份。那丁火这个月份也是非常的有趣。丁火因为是主火嘛，那它在面对一个太阳，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火在那边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主火就变得很微不足道？所以丁火呢这个月份可能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你可能这个月份呢就觉得有一个更大的存在，或者有一个人他把你的光芒都已经盖过去了，你会感觉特别的压力，或者比较竞争的一个月份。那所以你可以做什么呢？ OK， 所以你在这个丙寅的下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正印。那正印呢代表说你可能要把你的专注力回到你自己身上，你去钻研你现在所懂的东西，去深化你的技术或者深化你的知识，暂时把外在的这些干扰或者一些竞争所忘掉，先回到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去学习。那这个月份你就可以比较安然的度过了。
那如果你本身呢是一个非常竞争的一个人，你觉得不可以，我这个月份就是一定要硬硬的跟这个太阳去竞争，那可能你就会感觉比较消耗、比较累的感觉啦。所以丁火也是要比较留意这个月份的一个能量。好，第5个呢，我们来到戊土。戊土进入的是偏印还有七煞的月份。那戊土呢，这个月份呢，你可能呢就要去尝试一些新的方法，或者去接触一些新的知识、新的领域的知识，来解决你现在自己在面对的一些问题。那我这个问题呢，可以针对的是你自己，也可以是你工作上或者你家庭感情上的一些问题。那戊土啊，因为这个月份呢的甲木的能量是非常的强，那甲木对戊土来说是七煞，它会特别的感觉比较不舒服，会比较挑战一点点。那我想对戊土说的啊，你可能就是要可以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因为很多时候戊土啊，它就是一座山，然后比较不想动。那可能这个月份呢，就是一个很好让你动起来，真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啊的一个时候了。那方法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去探索一些新的方法，一些新的知识，或者去找一些新的老师啊，来教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好，这就是戊土。那第6个呢，我们来到己土。己土这个月份走的是正印还有正官的月份。那我们通常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啊，我们其实觉得非常好啊。己土这个月份呢，非常适合去打造你现在手头上有的东西的一个基础。因为正印讲的是你所懂的一些知识、你的技术、你的一些价值。那正官呢，是一个系统，是一套做事的方式，或者你个人的一个作息。那如果你把2个结合起来的话，都是你生活上或者你工作上所有东西的一个基础啦。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些的话，你可能工作啊就会一团糟，非常的混乱。OK， 所有的计划都不能好好的执行。那如果回到个人生活上啊，你可能每天啊都不能很正常的睡觉，不能正常的休息吃饭。所以己土呢，这个月份啊就是非常好的，让你去建立起一套比较好的系统，去让自己啊在做任何事情都比较的容易，然后比较的顺畅。好，这就是己土。那第7个呢，我们来到庚金。庚金走的是七煞还有偏财的月份。那庚金啊，这个月份啊，只有一个字，就是要快。那为什么呢？因为七煞代表的就是比较快速的行动，偏财啊代表的是快速的赚钱。所以呢，这个月份呢，你都会有很多很容易赚钱的一些机会。只要你够快，你的行动够快的话，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好处啦。那庚金啊，这个月份需要注意的是，你要对一些高风险的投资或者一些非理性的消费，好像去赌博这类型的活动啊，你就要尽量的可以避免啦。因为这个月份呢，你会特别的想要去做一些比较高风险关于金钱上的一些事情，所以记得要留意自己的这个风险的承受能力啦。那第8个呢，我们就来叫辛金。辛金这个月份走的是正官还有正财的月份。那看到这2个能量啊，其实是代表非常好啦。对辛金来说，它可以完成它现在需要完成的一些事情。因为正官讲的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去做事情，那正财呢，代表就是很努力、很认真、很专注的去完成一个事情的一个能量。所以把2个结合起来的时候啊，辛金呢这个月呢会特别的专注，特别的有规律或者有系统的把他们手头上要做的一些事情啊所完成。那唯一不好的，我觉得啊，辛金要多留意一下自己的健康，还有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啦。因为通常啊，在这样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工作情况下，很大可能呢，你会开始忽略掉自己本身的一个健康，或者自己的一个个人生活。所以啊，只要基本上可以比较留意这些事情的话，其实辛金这个月份呢是非常好的，都能在事业上还有个人的表现方面呢，都可以有所提升的一个月份。那第9个呢，我们来到壬水。壬水啊，这个月份进入的是偏财还有食神的月份。
那壬水啊，如果你本身是创业的或者是做老板的话，其实这个月份会非常的好啦，因为它代表的就是你可能会找到一些新的机会或者一些新的产品啊，去推出给这个市场。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多专注在你有什么比较有价值的产品，或者你可以满足市场一些需求的一些服务，可以推出来，让这些产品看有什么机会，或者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需求。所以这个月份是一个非常好让你去尝试或者去试一下水温的一个月份啦。那如果你本身是没有创业的，你是打工的话，我也觉得你也是可以利用这个月份变得比较主动，去向你的上司或者你的公司提供一些解决方案，或者在你的团队里面，在你的同事间，你也可以作为那个比较主动的那个人去帮忙大家解决他们手头上有的一些问题。所以壬水就不要浪费这样子一个能量啦。那最后一个呢，我就来到癸水。癸水这个月份走的是正财还有相关的月份，你就是要去把你手头上所拥有的这个关注，去把它转化成你的成交量，或者你的销售量，或者变成你的钱，这样子啦。英文叫 monetize your attention。因为很有可能这个月份呢，你特别的有个人的一个意见，或者有个人的一些想法去做一个表达出来。那我觉得那你很可能你可以直接架一个镜头或者一个手机然后就拍出来变成一个视频，就已经叫它是 monetize your attention 啦。如果你癸水，你本身是做一些销售员，你是做 agent 做代理，或者你本身是做自媒体的话，通常我们做销售有一点像你是在说话以外，你也是在一个表演嘛。所以通常你这个月份呢，就比较有机会转换成一个成交，或者变成钱。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它当然也有它的负面的一个情况，因为你特别的赚钱，或者你特别的容易成交，所以会有一些人呢会特别的讨厌你，或者嫉妒你。其实基本上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一定会遇到黑粉的啦。你就要继续只专注在自己做的事情，努力的去赚钱就好了。我们是用实际的这个结果，实际的一个成绩来说话的。好，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在这个丙寅月的时候可能会有的一些机会还有情况，大家又打算怎样利用这个月份的能量呢？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啦。好，那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留言还有分享让我知道。在这里我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啦！那希望大家在这个甲辰年都能感受到非常丰盛还有快乐的一年啦。那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